我们的原告不堪忍受被告长期的这种暴力恐吓，他说没有办法，谁暴力了？跑到酒店的房间去继续躲避，而我们的被告呢，还要不依不饶地追过去打骂他。由此，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，头一天，我们的原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了这份协议？就像你说的，想象你也只能想象，因为这个还是无法证明这份协议是原告被迫签署的。继续。证据22号到37号是经过公证的聊天记录，当然了，这里边有一些内容呢，实在是有点不堪，我不太好意思在法庭上公开的读出来。有碍文明的就不要读了，我们这儿也都有。好，那我就选几条来读一下啊。2015年的3月12日晚上的21点03分，魏同仁，你这个老王八蛋，你和你那个小……此处我省略2个字，藏在哪里？藏好了，别叫我找到你，当心我让你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2015年的4月21日的凌晨2点32分，短信内容：你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我找不着你，我还找不着你妈妈。明天回家看看你妈是不是还活着。2015年的7月9日的凌晨1点52分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，我给你10天时间，你不签，我马上把信寄到纪委去，到时候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吧。下一条，2015年的8月22日。对不起，打断一下，审判长。从此开始，原告提供的短信是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发出的，我方认为对证明本案毫无意义。好，后面的就不要读了。被告对前面的有无异议？有。乔连凤，你说给纪委写信，你想给纪委写什么信？我举报啊！我举报魏同仁啊，他作风败坏，在外头找小三儿。被告注意你的行为，冷静，坐下。那么，乔连凤，你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向纪委举报魏同仁的生活作风问题吗？因为我不知道该找谁啊。哎，我找了警察了，警察说人夫妻之间的问题他们不管，那我找谁呀？你们告诉我啊，我找谁？找谁啊？好了，审判长，我方的当事人承认确实给魏先生发过不礼貌的短信，那是因为魏同仁道德败坏，在外面找别的女人，被我的当事人发现，索性不回家，我的当事人找不到他，情急之下才发出的这些短信。事实上，这只是夫妻之间一时的过激之语而已，并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真的实施了胁迫、威胁他人身安全的行为。正如短信中提到的魏同仁的妈，实际上魏同仁的妈妈仍然好好的生活着。情况感觉不妙啊！这乔连凤，请问你身高多少1.65米，体重呢45公斤。原告，请问你的身高是多少1.86米，体重呢86公斤。86公斤，45公斤。原告的体重将近被告的2倍，而现在原告却主张，被告用胁迫、暴力的手段威胁他，让他签署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。咱们就不要用专业的法律知识，只是用一般的情理推测，可能吗？审判长，从我方刚才出示的证据来看，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前，原被告双方确实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，但是被告怀着与原告重修旧好的信心，而原告却心思放在了外遇上，无心经营，致使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问题。为了避免公司破产的命运，夫妻俩不得已放下了矛盾，携手解决问题。这正说明他相信我当事人的能力，所以才自愿签署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。
注意法庭纪律。我儿子，申班长，我儿子来电话，一定有急事儿啊！我接一下。哎，我听见呢。哎，我这开庭呢，你说，啊？你怎么又让人给打了？原告代理人，我再次重申，这里是法庭，不是你打电话的地方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啊。喂，我听不到你那边说什么呀？我换个地方。打个电话了。哦，不是，你说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老让同一拨人打呢？你啊？他们怎么老打你呀？你这事儿你得找老师呀。爸爸不在你旁边啊。你说你现在找我没用啊。我说话你能听到吗？喂，我这信号没问题，其实你那边信号有问题。对不起，审判长，原告代理人不听劝告，仍然在这里打电话，这不是公然藐视法庭吗？法警，把他带出。我跟你邱律师，爸，哎，跟您出去。我自己会走，我知道啊。儿子，我这个爸爸现在帮不了你了啊，你只能自己努力了。坏了，这下可完了。我再次重申一下法庭纪律，任何人不得再有上述干扰庭审活动的行为。原告、被告，听清楚了吗？当然，我方一向遵守法庭纪律。陈律师，这是作为一名律师最基本的道德修养，不像个别人。不好意思，下不为例。你说会不会连这一上午都没有完，就直接输了吧？被告，你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的吗？有，还有最后一项。对不起，审判长，对不起，对方代理人，我想提醒一下，说，刚刚审判长您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要注意法庭纪律，可是刚刚对方代理人您包里调出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录音设备？审判长，这是个耳机。你确定没有录音设备吗？没有，不是，这绝对没有。审判长，我建议让法警检查一下，这到底有没有录音设备。法庭上明令禁止，不允许带录音设备。审判长，这真的只是个耳机，这不可能有录音功能。这审判长，我建议让法警检查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有没有录音功能。好了，双方代理人，你们能不能职业一点？休庭，下午1点半继续开庭。一切尽在掌握。法警，把他的耳机拿起来，我们检查一下。这真的就是个耳机呀，师傅，您知道我没有带任何录音设备啊，我不可能带录音设备来法庭啊。就用你的啊，成不了。我跟您说过，这个耳机它没有录音设备的。要是因为你们输了这场官司，我可跟你们没完啊！乔女士，现在说这话还早，我还要问你呢。原告今天在法庭上出示的那些短信，你为什么没有提供给我们？我早就让田律师提醒过你，不能对你的律师有所隐瞒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他是想用缓兵之计，把这个审判拖到下午。可如果只有上午这些证据的话，可能法官很难相信这协议是被写出来的。他肯定早就想好办法。明天等着看好戏啊，眼睛都不要眨一下，不要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。陈律师，你太坏了，你是不是在拖时间啊？怎么会？连凤，咱们俩始终是两口子，对吧？要不然，你就让我回家吧。滚！被告，什么？别和原告什么滚？滚！你现在住的是我的房子，你想霸占我的财产，跟你那个小姘头好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想得美。什么姘头？你什么再跟我说一遍，什么姘头？这事谁不知道啊？替你开车那个小白脸，那不是小姘头吗？你都替他打俩孩子了，他们这个这人尽皆知，王八蛋，你才王八蛋！
沈班长，那边呀，原被告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你去叫保安呢？您庭上的，您庭上的原被告打。我庭上的。不，您快去看看吧，这还审判没结束呢，这怎么回事？别打！哎，乔女士，别打了，别能在这里打架！干什么呢？乔女士，别来！住手！哎呀，别打！住手！他不光威胁我，还殴打我。他还威胁说，他要殴打我母亲。本案的被告带着5个彪形大汉冲进了房间，他居然冲到我母亲家里，当着我母亲的面殴打我。我母亲是有心脏病的，我妈吓得半死，躺在地上。时间是早晨的8点10分，而出来的时候呢是晚上的10点半。他说，如果不解协议，他还要殴打我。我方的第41号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，而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在那一天签的。你说你是个人吗？你简直不要脸！你胡说八道！你太不要脸了你！别说话，全体起立。本院依法宣判，根据合同法第54条等相关法律规定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依法予以撤销。退庭。退庭。哎，法官，你来天价啊你啊！啊，怎么就输了呢？啊，我给你那么多钱，你还我律师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给了你那么多钱啊，你还我钱你啊！哟，韩主任，哎呦喂，真没想到哈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对方那个陈硕，他就是个流氓。可说呢，韩主任，您千万别放过他，一定要坚持上诉，跟他斗到底。您消消气啊！哎，谢孩子，就这么走了啊？你收我那50万呢？啊，你还给我那50万！哎，那个乔女士，您可别血口喷人啊！我们韩主任可是免费代理啊。什么免费代理的？他说他免费代理，他会免费代理，你听他的呢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我50万！还我50万！不是听见没有？老韩可真无耻。该。值得。陈无良，哟，走了。你知不知道我给你助攻来着？知道，要不是你的话，那法官不就从侧门出去了吗？不过没关系，就算法官出去，我一样可以把战火从里边燃到外边，让他看到。罗律师，这次非常感谢你能把陈律师介绍给我。应该的，魏总。魏总，在这个案子上呢，咱们存在着利益冲突，但是下一个案子就没有了。把下一个案子给我们吧。嘿嘿嘿嘿，客气话还没说完呢，开始挖墙角了是吗？我怎么就挖你墙角了？人魏总的案子本来就是我们的，是吧，魏总？话是这么说，我也特别想委托给你们，可是实在是没办法。怎么了？他把你给绑架了？差不多吧。我觉得陈律师可不像你们俩那么好说话，他早已经把这个案子的2个代理协议一块签了。够狠的呀！哎，秋华看见了吗？就怕流氓有文化。车到了没？到了，门口呢。客气一下，送你们2个出去。好嘞，再见。魏总稍等我一下啊。再见。哎，罗律师，您稍等一下。邱律师说您来了，到会客室找他，有客人等您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郭玉，罗律师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郭玉不打算接受伟大集团的谈判条件了，他还是想打性骚扰。郭玉本来已经决定委曲求全接受了，但是他去公司领补偿金的时候，又受到了杨伟达的侮辱。郭玉，怎么回事？
能和我说说吗？我本来想着，反正法律拿他也没什么办法，忍忍就算了，拿钱走人，再找工作就是了。然后我去公司领钱的时候，我没想着要见他，可他却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，说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。他都说些什么了？如果你想说，放心，我们都是你的律师。他说这些钱，就算买了我这1年了，就算在警备洗脚城里的洗脚妹，也比我贵。还有比这更难听的。最后他直接上手了。他说他花了这么多钱，他觉得亏了。从上个季度的情况来看，接案数较前一季有增长，但创收呢，却降了2个百分点。这和某些律师未逞一时之快，不惜损害所里的利益有关。团长，你说的谁啊？我只是指出这种现象。你说的是同仁路桥的案子吧？一个律所，不能只看到钱，还要担当社会责任。我就是为了保护妇女权益而接的这个案子。保护了吗？哼，你没说过案子吗？行了。社会责任重要，创收同样重要。律所黄了，拿什么去承担社会责任呢？喂，方律师，我跟秋华在会议室门口，有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我在开会，散了会再说。不是，这个事情非常重要，您能出来一下吗？我出去一下。陶正，接着说。另外，我们所设立的各业务部门，是为了集中专业的优势力量，鼓励促进不同业务领域的律师们进行合作。方律，而不是你们。什么事儿？我们有个案子想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来。哪个案子？郭玉的性骚扰案。还没有解决啊？今天他又回来了，他再一次受到杨伟达的侮辱，想坚持打性骚扰案。跟我进来。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，把事情说清楚。各位合伙人，我们有一个案子想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来。这个当事人是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女大学生，长期受到伟达集团老总杨伟达的性骚扰。她前一段时间找过我们，然后在陶正律师帮助分析和亲自劝说下，她同意放弃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起诉杨伟达，和伟达集团进行劳动仲裁。但就在她领这个补偿的时候，她再一次的受到杨伟达言语上的侮辱，并且杨伟达企图再次对她实施性骚扰，所以当事人决定放弃经济补偿，和杨伟达打性骚扰案。各位合伙人，我们承认，在这个案子上几乎是没有证据的，就算是打起来，胜诉的希望也很渺茫。而且一旦打起来，很有可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，不可避免的也会给所里带来一些影响。
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合伙人会议上向大家汇报。好，情况我们了解了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讨论一下。好的。还是年轻啊。当初我们也年轻过。各位，对这个案子大家有什么想法？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我们这不正讨论着呢吗？这事儿有什么可讨论的？我们作为律师，维护法律和正义就是我们的天职。那个女孩都被欺负成那样了，我们不应该支持她维护自己的权益吗？这个案子的情况我了解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那说明这个老板真的是欺人太甚了。我支持他们，毕竟这种为了正义而斗争的勇气，我们每一个律师刚入行的时候都有过。这个案子可能打得赢吗？你没听说吗？当事人不在乎输赢，他就要个说法。不就是个小案子吗？打就打吧。年轻人嘛，给他们个机会历练一下。就是有冲劲儿啊，是吧？进来。方律，坐。大部分合伙人呢，支持你们接这个案子。谢谢。可是我仍然不同意。为什么？罗英子，我也曾经年轻过，我也曾经为了心中的这份正义真理不顾一切过。但是当我成熟了以后呢，我才明白，有时候这种正义的热情只会坏事情。什么是成熟呢？成熟就是不做不计后果和代价的事情，而是做最合适的事情。就这件事情来说，你们要做的就是对当事人最有利的选择，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心中的这种正义感。这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。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，头条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。不对，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。就这个案子来说，当事人没有钱，没有根基，获得足够的经济补偿，比他打一场玉石俱焚的官司是不是要好得多？可方律，您知道到最后对他什么最不利吗？就是他拿到了经济补偿以后，永远的看不起自己。这话你不要替当事人说。所有的选择，要让当事人自己来做决定。对啊。是他自己要选择打性骚扰的，罗英子啊，他现在气头上哎，你知道他冷静了之后会怎么想啊？因为打这场官司，自己身无分文，工作也没了，在这里也没有立足之地了，灰溜溜的回到老家。回到老家之后会怎么样？性骚扰的传闻满天飞，待得住吗？工作找得着吗？你知道他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后悔呀，罗英子？只要郭玉不退缩，我坚持代理。我现在有事儿，一会儿再打。方律师，梅先生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不是要签股权分红协议吗？啊，我把这茬忘了，等一下。梅先生，哎，梅先生，梅先生，哎，丽红，
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呀？您打个电话嘛，我让律所派车接您去。嗨，一个被律师所开除的前律师用得着吗？我就去签个字啊。您到我办公室坐会儿，我一会儿让财务给您送去。不去了，我这还有人呀。好久没见您了，本来说去看您的，学生不是忙吗？既然来了，上我办公室坐会儿啊。走。梅先生，您请进。梅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梅先生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两个年轻的律师特别优秀，现在我们讨论一个案子，是一个性骚扰案。性骚扰案，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希望，但是有可能会让当事人付出惨痛代价的案子。那为什么要打呢？是当事人坚持要打，因为他被对方逼得忍无可忍了。我个人呢不同意他们接这个案子，不光是考虑到律所没有收入，我更是为当事人考虑。我觉得选择劳动仲裁所得到的经济补偿，对当事人来说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吧。你们讨论工作，我就别掺和了。财务还在等着我呢。不啊，梅先生，您是所里的创始人，合伙人都知道您来了，所以想中午请您吃个饭。我真有事儿，下次啊。哎，英子，你有事吗？我有2句话跟你说。哦，好，走了。方律，我先过去一下。哎，我先去签个字。嗯，咱们找个地方，我想听你谈一下那个案子的事儿。好，那梅先生，我去拿一下包。嗯。这个案子吧，一开始我们接触的时候是挺犹豫的，后来的过程也挺波折。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接下这个案子，并且我们就是要打性骚扰案。主要是这个杨伟达这个人太嚣张了，把我们和当事人真的是逼到这一步了。我觉得如果我不接这个案子，我可能我都瞧不起我自己。你接不接呀？你自己做主。我只是有一句话想提醒你。您说。当事人是律师最不可靠的合作伙伴。韩主任说过差不多的话。韩之通，他都说些什么？我刚到律所的时候，他说的，他说你作为一名律师，你第一个要提防的就是你的当事人，然后第2个要提防的是对方代理人，第3个就是法官。韩之通啊，这个人有许多问题，但这些话大概不错。尤其是第1句，当事人给你素昧平生，遇了事找到你，你们谈好价格，签了合同，成了合作伙伴。他凭什么信任你？你们就是因为利益结合到一块儿。如果他遇到了更大的利益，他凭什么不背叛你啊？如果他的问题解决了，他要赶紧止损。第一要解决的还是你。当事人并不指望你律师来解决问题，他只是用律师来吓唬人的。你接受了委托，积极找对方谈判，在法庭上据理力争。而他呢，以此为要挟，私下找对方勾兑。一旦达成了目的，马上抛弃律师。个别当事人解除合同，那是好的。更恶劣的是把屎盆子都扣在律师的头上。我那件事，就是当事人突然改口，齐刷刷指控我和我丈夫教他们做伪证、改口供。
他们得到了轻判，而我们就落得了这个下场。我爸曾经跟我说过，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都还是要对人性抱有信心的。英子，大希望是在大绝望最黑暗里生出来的。你可以先对人性完全不抱信心，然后你会经常发现，人这种动物还是挺可爱的。哎，我支持你接这个案子，我去对方丽红说。请进。来，英子。这么说，还是打算要接？对，要接。没证据，打算怎么打这个案子？我们手上有郭玉手机收到的短信和微信，其中有一些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。我看了。性骚扰，虽然处理起来很轻，但是这对一个人的指控来说还是挺严重的。再说了，这些短信还有微信，不足以让法官对被告做出不利的认定，哪怕他心里很明白这可能是真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们多找几个被他骚扰的人一起指控他的话，这个案子不是没有赢的希望。谢谢方律。就。罗云子、秋华，我要加入你们的案子。我们那根本就不算案子。哎呦，我要和你们一起打！你们不知道，我是第一个在合伙人会议上表态支持你们打的。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是为了郭玉，我要和那个老色鬼斗争到底。你不是只打刑事案吗？反正不管什么案子，我就是要和你们一起打。我要为公平正义而斗争。那个是这样，我们俩刚才聊工作，正聊到一半，就，要不你等会儿我们把这事儿说完，好吧？1分钟啊。哎，秋华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，它主要是就是，哎，叫他去吧。不。哎呀，其实我也不太想，但是就是最近我跑这些事儿，那停车费，哎呀，我都付不起停车费了。那你跟我一块儿骑共享单车呀？大姐了，就我这样，能骑单车吗？那我这样不照样骑吗？对呀，走风啊！哎，我听说他最近买了个新车，咱也坐坐享受享受呗，让他当司机，不让他说话，行不行？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！哎，少叔，哎，你开车啊？啊，好。但是有一事儿必须跟你说，约法3章，老老实实的啊。去了那儿不许乱说话，不许乱动。行。他还骚扰过谁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跟了他以后，公司的女同事看我眼神都怪怪的。刚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我才明白。但他们有没有被骚扰过，这个不知道。这种事情也没法问呢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我们有时间肯定能想出来。哎，再来4杯美式。啊，我不用了，我喝不惯。那你喝什么？奶茶、果汁、牛奶？你就老老实实坐着就行了啊，你就别张罗了，好吧？我什么都不喝，谢谢你。郭玉，那你再回忆回忆，在你上一任的秘书是谁？你能想起来吗？上一任，王爱萍。
我想起来了，他应该跟我有一样的遭遇，他也是受伟达基金资助出来的农村学生。毕了业以后，在伟达集团工作，给杨伟达当秘书。后来，他突然不干了，回了老家。他老家是山东济宁的。他回山东了，也是资助过的学生，放弃了京北的工作机会，回了老家。这是您的咖啡。谢谢。你别说，人家小城市建的还挺好。好是好，但是啊，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在这儿待着，更愿意去外面发展。你看这最后留下的还是这些老年人呀，快退休的什么的。嗯，建的真挺好，适合退休养老。太可怕了。可怕什么？我男朋友想拉我到下边工作，要真到了这样的小城市，成天没事儿只能跟奶奶们一起跳广场舞，那岂不是一点未来都没有了？哎，想象一下夏叔跳广场舞。哎，你男朋友不是在国家机关吗？为什么要到下面来啊？哎，他嫌京北太大了，在那儿显不出来，没有出头之日。他想着到了地方做个领导什么的。人说了，宁做鸡头，不为凤尾。那你这是要夫唱妇随？我才不呢！我结不结婚都没想好。再说了，跟着他到一个小县城，人天天拿我当领导太太伺候着，我想想都头皮发麻。夏叔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你不适合在小城生活。你男朋友要是真的到下面来，宁可分手，也别跟他走。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那婚的又不是你，对吧？你觉得这道理夏叔懂吗？那咱们得告诉他，谁让咱比他大呢，是吧？英子，我听你的，必须听我的。哎，是不是他呀？看着好像像。一会儿妈妈就出来啊。你好，是王爱萍吗？哎，是，你们来啦！啊，郭玉在电话里和我说了，你们来指宁有事儿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尽管说。您坐，请坐。您喝点什么？没事，我喝白水就行。啊，你好，我喝点什么？啊，就白水就行，谢谢啊。你吃点蛋糕，还有水果。客气。那个是先生和孩子啊。孩子快3岁了，这个年纪啊可淘气呢。长得可真可爱。那您就打算一直在这儿生活了？因为我听那个郭玉说，原来你们都在这个伟达上班，那挺好的工作，就不打算在那儿做了。啊，我老公在这边工作啊，孩子也在这边上幼儿园，我就回来了。在这边挺好的，也方便。我照顾父母也方便。那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王小姐是这样的，郭玉在您离职以后接手给杨伟达做秘书，但是当秘书期间受到了杨伟达的性骚扰，所以他现在决定要起诉杨伟达。我们觉得他这个情况应该不是个例，所以我们就想问问您当时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问问您当秘书期间有没有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郭玉办这事儿，他电话里也没有明白告诉我呀。我在给杨总当秘书的时候，他挺尊重我的，没有你说的那种事儿。那当时离职的这个原因是？我刚不都说了吗？就我老公孩子都在这边。那个，我老公孩子还在外面等我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事就先走。王小姐，您想想那些和您遭遇差不多的女孩，就是因为没有人敢指证她，所以她才这么胆大妄为，一直作恶。你就甘愿忍受一辈子吗？行了，你别再说了。还有啊，你们别再来找我，如果再来找我，我就告你们骚扰。哎，
你哎，夏叔，夏叔，你坐回来吧，声音太大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他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一点自我意识都没有。他肯定是被骚扰过，你看他那么激动，看。这种事儿咱们来之前就应该想到的。他现在有家有孩子，又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和人之间都互相认识的小城市里，越是小的地方，对这种事情越敏感。这种事儿就算是发生过，她丈夫跟她婆家肯定也不知道。她说出来对她有什么好处啊？万一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还让她怎么做人啊？难道要求她牺牲自己的生活来配合咱们打官司吗？可是他被骚扰又不是他的错，他这么心虚干什么呀？服务员，买单吧。哎，咱们赶紧，别浪费了，吃了。记忆里许多事情又过去，过去，我们多有默契。失去的所有人里，最怀念自己。不痛不惧，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，没多说一句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天生会乐观的人群，总在夜深人静自语，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。为一个劫翻山越岭，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。雨过天晴，怎么算公平？歇斯底里的事，离开不必非要证据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错过你也成为风景，没做好有什么要紧？若世界显得拥挤，踉跄步履，我依然独行，用热泪等执着回应，找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